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框架式构图。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原本平淡无奇、很难吸引人的普通场景，如果你通过门缝、窗框、树丛等拍摄，就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其实呢，框架式构图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增强画面的吸引力。这张摄影作品呢，就是通过框架式构图把远方的主体框选在岩石之中，这就是框架式的构图。我们看下一张图片。我们在外出拍照的时候，有时候往往会遇到万里无云的大晴天，拍出来的照片呢是光秃秃的天空。这张照片呢，拍摄者用树枝和树叶遮挡住上边平淡无奇的天空。如果说天空中有白云朵朵，这张照片拍出来就更加精彩了。但是当我们遇到晴空万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这种遮挡的方式，使本来比较接近纯色的天空变得不那么单调。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呢，拍摄者用前面的凉棚来遮挡天空，进行框架式的构图，把它作为前景的框架，透过它来拍摄，就可以遮挡住无聊的纯色天空，画面的效果呢就会好很多。好，我们再来看这张框架式构图。拍摄者通过拱形的通道出口构成了框架式构图，通过半圆形的纹理使整个画面的层次丰富起来，营造出很强烈的纵深感和立体感。所以我们说呢，如果一张照片看起来很平，缺乏层次的话，框架式构图就可以给画面增加一个层次，更有空间感。这张摄影作品同样采取的是框架式构图，我们很容易看出整体画面的层次感。外面的主体位置是一层，拱形的门洞又是一层，以及门洞前面的几何图案突出了画面的层次感。这张摄影作品呢，通过前景的花和绿叶构成框架式构图，使整体画面增加了特定的气氛，在增添特定氛围的同时，又不会过于影响主体的表现力。这张摄影作品呢，是拍摄者通过绿叶编织出来的造型进行的框架式构图，使整体画面看起来呢比较平稳而温馨。所以我们说呢，框架式的构图能够有效地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画面中的非框架部分中，确实可以增添略显平淡的场景，变得更有吸引力。通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幅作品的框架结构。框架式构图的用途很大，但不是什么场景都可以适用的，而且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比如说这张图片，我们通过拱形的实窗往外看，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呢，还是远方的高塔？所以我们在取景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如果我们在窗外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主体，比如风车呀或者建筑物，我们可以调整拍摄角度，拍出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来。如果我们通过窗外看到的是杂草丛生，非常的平淡，我们就可以放弃它，不要拍摄了。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框架结构下在构图，所以框架中所拍摄的主体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拍摄公园的美景，配上框架后会变得更加吸引人。然而本身就缺乏重点而又不美观的杂乱场景，配上框架后照样不好看。所以呢，不要滥用框架式构图，看见门窗、栅栏、树丛就想玩框架式构图，这种行为是大错特错的。框架式构图本质上还是要用框架的景物来衬托主体。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